我现在还在黔东南的大山里面。说到贵州有一个侗寨，大家都非常熟悉，最大的就是那个肇兴侗寨。而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呢，也是一个侗寨里面，这个是贵州第2大侗寨，应该也说全国第2大。现在就来看一看这个侗寨里面到底有什么稀奇，有什么独特的。我们来这个地方肯定是有的，现在去跟随我的脚步去看一看。这个建筑应该很多人没见过吧？这个是一个鼓楼，一般侗寨里面都有这样大的鼓楼，在贵阳听说还有个标志性的非常大。我们走到这个地门侗寨里面呢，已经有好几座鼓楼了。你好，这个是干嘛的？烧水吗？烧酒啊。烧酒是吧？哦，你们自己酿酒。哦。哎，很奇特的。现在里面是水吗？拿那个大米来搞，都在里面。哦，蒸等于是吧？蒸来那个酒的这种。酒在这里。这个叫什么酒啊？米酒啊。米酒是吧？喝点来。我不喝米酒，因为我开车。第一次看到这样蒸米酒，就是这么蒸出来的是吧？哦，就是这样蒸。啊，很奇特。上面是水，等于是压着的是吧？里面是糯米吧？糯米也可以的。哎，很奇特啊，第一次见的。基本上呢，没人做这种，都是外面买的，去县城买。一般自己家里很少酿酒的。像你们这个还保持着这个传统，还是挺好的。接一点吧，你喝吗？我不喝，我开车。我看这个是25公斤的，如果说要弄满这一桶要多久时间呢？可能要2、3个小时才能搞得满。那一天能弄多少？你们弄完这个酒还自己卖吧？还是自己喝？卖也卖啊，自己喝啊。是不是天气冷要喝这个东西？不是啊，灌酒来有客来有。哦，就是白酒，然后有客人来都是喝这个酒。这个就是流出来的酒，很浓的酒味啊，挺香的。米酒是这么制作的，可能很多人没见过吧？我也是第一次见。当然，米酒很多人喝过，但是制作的过程可能还是头一次见。这个地门侗寨现在大概是有600多户，有2300多人，全部为侗族。我们也知道，这种古寨的话，一般是在大山里面，所以呢是依山傍水而居，是侗族民族文化保存比较完整，还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侗族村寨。现在是600多户，其实最高峰时期呢有1300多户，那可能有4、5千人，相当于是一个非常大的村寨啊。最早的时候，这个侗寨是从哪里过来的呢？是从珠江下游岭南啊，就属于广东那一带。秦汉时期，他们的祖先为了躲避战乱，来到这个地方，是几经迁徙啊，不是一步到达这个地方。走到这种侗族的村落寨子，会发现很有特色，就是桥上面呢一定是有建筑的。那这个建筑到底是什么含义呢？一般的话，它这种桥分为发桥，就是很有含义啊。看看上面是不是跟我们说的在西北看到那些藏的佛寺差不多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看到这里是一座桥，刚才也简单的看一下。那这个叫花桥，就是说在这里迎接。我们经常看视频也看到，如果你要进一个寨子啊，有2个人在这里拦街，相当于是拦路酒一样的。他在侗寨呢，这个地方也是有这样的传统的。然后你可能喝完他们滴的酒啊，你才能进去。那有些人可能第一次来到这些地方不懂，他可能就拼命的喝，结果呢把自己喝醉了。其实呢，你适当的饮一下就可以了。来，请进。好的，酒呢？在这种侗族很有意思的就是说，它的两边的人呢都居住了，然后一条河流，一条小溪，就经常有人居住，有人走过。可以看到没有？现在旁边还有位美女在小河中行走，她还在那里戏水。我们说的美女戏水是不是很有意思，很好玩？这种千年侗寨啊，那肯定是有很多这种古老的房子。它大概这个地门侗寨建在这里的话，是唐朝时期，已经1000多年的历史了。那这些建筑呢，我们别说几百年，那100多年的房屋肯定是有的。但是呢，由于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大家可以看到砖结构的新老旧的房子都有了。远方还看到那个炊烟升起来了。你像这些都是砖瓦呀。那么到了傍晚的时候，5、6点钟，
基本上每家每户的炊烟升起来，大家想一想什么感受？是不是非常奇特啊？走到这些侗族也好，苗族也好，他们的房子旁边呢，都是有稻田、有菜园子，基本上都是会有的。那么我们往上面走，就能看到一个非常奇特的东西。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些就是一个粮仓，但是呢，粮仓下面有很多棺材。那这个地方可能习俗是这样的。我刚才来到这个村子里面呢，简单吃了个便饭，问了一下那个当地人，他们说这些棺材啊，大概是当地人50岁左右就修的，修好就放在这种粮仓下面。所以说大家说这个地方的习俗是不是很特别？大家应该没见过吧，可能没听过。这里面感觉还有鱼呀，旁边都是一些老房子，所以说很奇特吧。在家门口有一个鱼塘，很有意思啊。那么其实呢，在这些老房子下面呢，我们刚才是说粮仓下面有棺材，那其实呢，在这些老房子的下面呢，吊脚楼下面空的也放了很多。走在这样的村落里面很有意思啊，到处能看到一些种的那个菜，然后这里的水流啊，像一条河流一样的。你好，两边呢好多相当于是小的鱼塘一样的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在家门口有那个小鱼塘，然后两边呢都是这种旧房子，很有意思吧？像我们旁边这些房子啊，可能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。那旁边这些可能是新修一点的，近代的。这一块呀，有很多粮仓，然后这下面呢，全部都是很多很多啊。那上面就粮仓，人家看到有锁，就是保存东西的。那这一块都是这个样子的。那这个应该是他们当地的习俗吧？大家在其他地方有没有看过？湖北的一些习俗我见过，就是像湖北利川有一个生基墓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把墓啊修在堂屋里面，也是提前修好，等去世之后呢就直接安葬。啊，他们怎么会放在这里呢？都放这里。啊，都放在这里是吧？都放上面是粮仓是吧？是。这个是你们的习俗风俗还是什么？我说棺材放在粮仓下面是你们的习俗还是风俗？什么有什么说法没有？没有，就是遗传下来、流传下来就是这样的。我听说这里大概50岁就把棺木打好了是吧？30多岁、40多打棺材打的。哦，30多、40多这么年轻就放好了。那有些可能还放了很多年。很多年。哦，因为我在其他地方可能看不到，因为走了很多地方，我们是经常走乡村嘛，然后还很少看到有这样的。是因为我看到这里放的特别多啊，在其他地方可能看不到，就是没什么讲究，但是就是一种留下来的风俗，对不对？那基本上每家都有了，每家都有，就等于是30、40岁就开始准备了。啊，行，谢谢，那确实很奇特啊。不用去。整个这个村是不是全部是都侗族？侗族，有些汉族也有，但比较少。少。汉族是可能后面进来的。刚刚这个侗寨，我们简单看了一下。这些习俗奇不奇怪，意不意外？在其他地方应该是没有的。刚刚听这位阿姨说，30岁开始就准备了，我一开始以为是50岁，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。